只有191点的窝。终于赞尼尔盛典到了60级啦，换到这个马洛斯的这个南瓜造型哦，超帅的！看他鬼畜般的抖动啊，就要我告诉大家，这个英雄这一个版本到底该怎么正确的玩，怎么出装，怎么应对佛洛伦吧。这里看到打算反对面的蓝 buff， 没想到中6级一个雷魔阵震到对面的辅助小兄弟。然后我们先绕一绕，一个拔刀斩把他残残血搭配队友把他人头直接收掉。这里蹲着，一个拔刀斩2技能还速，再一个大招，谁说马洛斯没有 combo 把对面的图伦直接收掉？那还有2个小兄弟做到一个0换3。这里等对面的这个佛人2技能还速，然后一个拔刀斩他逃不掉，这里要逃吗？对面打野赶过来不用，原地一个雷魔阵，再一个拔刀斩打到对面的佛罗伦，直接被我们又收掉啊！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窝，这次带来的是马洛斯凯撒路的一个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呢，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呢你也玩过马洛斯，或者是玩过凯撒路，请在下方点个赞。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窝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这一次呢，我们玩到马洛斯一开始呢，我们先蹲一下在这个草丛。那这一次呢，为什么会玩这个马洛斯呢？是因为我刚刚呢就抽到这个马洛斯的新造型，不能说抽了，就是那个盛典的终于在期限之内就换到了。那这一次的盛典呢，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这造型。这里呢跟对面佛罗伦这位小兄弟呢，这个把他换血换成这样。大家要知道这个马洛斯呢是出场率最低的一个英雄他的这个胜率真的超低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英雄根本打团战有配合的话是很好的一个英雄那可能是因为这个英雄很多人买，那胜率这种东西呢就比较低，那也没什么所谓。那这里呢已经把对面的佛罗伦打成残血，可惜呢没有小兄弟要过来收就是呢清完中线就可以转一下这个下路啦，像我们的这个金娜小兄弟。那我们这里不断的骚扰对面佛罗伦，不让他呢去进行一个回城，那真的很可惜啦，这里其实就可以收掉他了。那等待金娜小兄弟那终于过来了，那我们这里呢先站着一下，他就回城了，已经慢了。那如果其实有2-3波2波之类的兵线，他已经残血的状态，我们也阻挡他回城超多次了，那没所谓是尽量做好自己就好。那我们不断的控这兵线呢，他就掉经济了超级掉经济。那所以呢，其实你玩到这个马洛斯呢，我们一开始出了这什么装备？不防血不出魔防血。这一把对面的控不太多控制不太多，所以的话呢，你大可以做一个魔防血物防血。对面的这个佛人呢，他打你就不痛了，在前期。那如果你想更扛的话呢，可以怎么做？可能有小兄弟知道，那就是呢，先点2技能，主点2技能那如果你觉得我要攻防兼备，那就可以主点1技能，没所谓。因为主点1技能的话，就像我这样打对面，它才有这个威胁性，不会像挠痒痒一样。那我们出了现在这个装备呢，大家可以看到对面佛罗伦呢，即便它不断的滑起来它呢还是换血换不过我们，因为我们呢不断的控住这个兵线，一看到他要来，那我们就马上一个2技能来个护盾，然后呢他想要进场，等他滑完之后，我们才开我们1技能拔刀斩。这里看我们中路过来，我们呢就直接在这里蹲一蹲，这个看一下对面佛罗伦，我会看到他只从这个走位，一个大招马上他一个清醒也没有用把他人头收掉。
那个时候对面的中路呢，还有打野也赶过来支援，那没所谓，先生这一局唯一一颗人头。那可是这里呢，还是像前一把的下去，有一些小建议，就是呢，如果是打野小兄弟的话呢，不一定要去 gank 魔龙路，因为看很多打野小兄弟们呢，都会觉得，我是要去 gank 的话，一定是4等啊，让我这个达尔西或者是其他英雄也好，4等有节奏啊，马上去 gank 这个魔龙路，因为射手比较好打嘛，其实也不一定，真的多看这个小地图，因为呢，有时候你的这个凯撒路可能是把对面呢已经打到残血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没有去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呢，那你自己就可能就失去一个击杀的机会，那也没所谓啊，你还是尽量做好自己就好。把兵线整理之后呢，佛伦小兄弟这个时间点不见，那他就指中路，那我们在这里直接蹲他一波啊，这个，然后呢不断的消耗的血量，跟他换血，再一砍把他砍掉。那对到佛伦的这个心得呢，就是真的拔刀斩这个时间点要很好的利用，而且呢，你原本也要熟悉佛伦这个英雄，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进场啊。他进场那一刹那，你才要你的护盾吸起来，要不然的话，你护盾有一个时限嘛。如果你真的就在他进场以前就用完这个护盾，那他进场打你就会扣到你自己的血量了啊。所以呢，就不太建议贸然的使用自己的2技能，反倒是要去等待他们进场。这里直接一个大招上去，哇哦，这个许风屏障搅起来你也没用啊。这个就是要看地图了，直接把对面的这个安奈特砍成残血之后，搭配队友把它收掉，再一个拔斩把这个中路兵线直接整理啊。那所以呢，小兄弟们呢，应该呢，多注意这个小地图也好，或者是不只要注意，比方说你在注意蓝 buff 区，也不一定只注意蓝 buff 区啊。你看到转中塔了，马上就一个雷魔阵，直接把对面的这个中路外塔呢就拆到了。那这里我们不急哦，等待小兄弟们呢把这个蓝 buff 反了之后呢，我们再回去下路清理这个兵线。那什么时候可以你觉得这个兵线我可以不拿去参一波团呢？那第一呢，你要看一下对面你的对线是不是一直在推兵线，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慎重考虑这个塔要不要放。那如果不是你发现你的对线已进场的话呢，那这里我们先看这一波一个拔刀斩，然后一个雷魔阵下去，不断的环输控制震飞然后把对面3位英雄直接收掉这就是我们的马洛斯，其实它很有用，真的很有用。所以职业联赛常有这个英雄出现，那反倒是在平时排位赛就会看到很多人用马洛斯，可是都会被打成一个很惨的样子。那也没所谓，因为这英雄它原本呢就虽然操作简单，可是对面很容易去控制这个英雄的，比方说用超人好了。所以呢，你这个英雄呢，其实它的上限也是蛮有的，不能说很高，可是还是有的。马洛斯这个英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你打排位赛，你看到高端的马洛斯和这个排位低一点的马洛斯，它的这个实力差距是很大的。什么时候该用1、2技能，拔刀斩什么时候用大招什么时候跳？那这里直接一个原地跳，震飞对面的这个佛伦，把他人头呢搭配队友就收掉了。这就是你这个英雄该怎么玩你的雷魔阵不能乱用的真的有用的时候，真的确保可以击飞，而且呢是有价值的才用，要不然的话很浪费，因为 CD 还是蛮长的。那这里直接把对面3位英雄呢直接就收掉了，然后呢兵线已经到了，我们有个炮车，然后2技能环速对面的井然后对面这个时候直接投降了，因为雪球滚得越来越大了，赢得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yTeam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